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俊。小时候我们都相信长辈告诉我们的，你要乖乖听话啊，圣诞老公公才会送你礼物。那时候至少我是深信不疑的。这句话其实是我们人生第一堂关于价值交换的课，即是说好处是需要表现来交换的。长大以后，圣诞老公公就变成了你的客户啊，你的老板啊，甚至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。这样我们很多人依然很努力的在乖乖听话，期待能够换取金钱啊、成就啊、认同感。我们学会了计算各种汇率，计算我们的 KPI，但是却常常忘记了真正的怎样去计算我们的价值。这就引出了一个荒谬的价值悖论。就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有一些人在小钱上斤斤计较，可是在大钱上却糊里糊涂的。接下来，我请大家想象一个我们常常见到的画面，就是一个老人家，退休的老人家去巴萨啊买东西啊，就是都喜欢讨价还价。为了省那几块钱，他们很愿意排队几个小时啊，或者是听到哪里有免费的东西拿啊，他们就迫不及待的去报名参加，去听这些免费的 talk，然后拿几个鸡蛋还是油回家的。有一些为了省电费，天气热到要死也不舍得开冷气，就这样省，对每一分支出都极度的精确。可以说是极度的吝啬啦。但讽刺的是，这样一位对金钱如此谨慎的人往往就很容易接到一通诈骗电话啊，还是参加什么投资课程啊，就很愿意的把他们省吃俭用所存下来的几百万，就这样转去一个陌生人的户口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低估自己的判断，却高估了别人的价值？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很深刻的心理陷阱，就是 self sabotage，自我破坏。所以在讨论这个金钱观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讨论这个自我的价值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价值的恒温计。如果你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只是值5万元，那么当100万的机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，你不但不会开心，反而会觉得巨大的压力啊和恐惧，还有不安。这种不安就会触发你自我破坏的机制。那么自我破坏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很多的研究发现，很多时候是早期烙印在我们心里的价值观。我们很多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那种匮乏教育，父母常会说：我们没有钱买啊，能省则省啊，凭什么你觉得你值得啊？好像我妈就会说我，你很厉害咩？你很厉害咩？就是总会告诉我们，我们不配，我们不值得。这些话语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就筑成了一道墙，会让我们觉得说美好的事物都不属于我的。第二，配得感的缺失 （lack of worthiness） 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不配拥有这些财富或者成功的时候，你的潜意识就会启动了这种自我破坏咯。为了要逃避会失去的恐惧啊，或者是你一旦走到高峰啊，就会跌得很惨啊，所以你就会干脆在获得之前就先把它搞砸的那一种心理机制。还有第三就是舒适圈的诅咒咯，贫穷或平庸对某些人来说反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，因为很多时候社会都告诉你是贫穷，或者是你没有什么特处的话，你就不会招惹人妒忌啊，不用担心被打抢啊，也不会怕说有一天失败了人家看衰你啊，就是你不需要去承担那种被妒忌啊、会失败啊，或者是被期待的那种风险。讲回刚才那一个退休老人的例子，他的心理上在面对这个财富的时候是恐惧的，就是他潜意识里会觉得自己不配，或者是有了这些财富就会有坏事发生，不能够驾驭这笔钱。于是当诈骗者提供了他一个看似权威性的出口的时候，他就会盲目的去跟从，从而奉上自己的所有的财富咯。这本质上是一种潜意识在逃避责任，所以往往我们看到掉入这些老千陷阱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很荒谬的投资计划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回报，可是总会有人去相信它，其实背后的操作并不只是贪心这么简单而已。所以我们要怎样转变转念呢？我们太习惯这种自我打折了，
在职场上，你明明是贡献最大、能力最好都好，可是往往在谈薪资的时候，你就支支吾吾，觉得开高价是一种罪恶。在人际关系中也是同样，你明明受了委屈、内耗，可是你就觉得可能是我不够好啊，所以我不配要求这种尊重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却盲目的去高估别人，把穿西装啊、讲话很大声啊，就是名头很响亮的大豆啊、丹斯利啊，就好像高人一等，好像奉为神明这样子。就是你把别人看得太高，你就会把自己的定价权交出去了。所以那些被骗的老人呢，被骗的受害者，其实也并不是他们笨啊，或者是贪心，而是他们低估了自己的价值，低估了自己的判断能力，而高估了所谓的权威的价值，宁可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术跟大饼，也不敢相信自己的人生智慧、自己的判断力。所以我们要拿回我们的这种判断权。金钱永远是跟着你的价值流动的。如果说你不认可自己的价值，那金钱就算进了你的口袋，你也会凭实力把它们亏掉，或者是通过各种方式的去流走，可能是被骗啊，可能是错误的投资呢，也可能是莫名其妙的就需要用掉这一笔钱去。所以要改变你的财富和命运，你第一步需要做的并不是去理财，而是整理好你自己心理上的定位，调整你内心的价值和温计。首先呢，就是停止自我羞辱咯，拒绝在说我不配啊，我不能啊，我不行这样的话语。要察觉自我破坏的这个机制，就是当好事降临的时候，你要去察觉到自己内心突然起来的这些恐惧，然后你要告诉你自己，安慰你自己，我可以，我值得，我有能力去承担这份好。那么重新的去定价你的专业、你的技术、你的经验、你的能力，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，你所做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。最后，我想给大家猜一猜，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税是什么吗？不是个人的所得税啦，也不是 SST 啊、GST， 答案是智商税跟恐惧税咯。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价值错误判断是的这一些，往往比你省下来那些小钱多很多倍，所以不要再去省那个几块几十块的，而是要先学会去昂首挺胸的告诉自己说，我值得好东西，我值得被善待的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先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也祝大家圣诞节愉快，还有2026年新年快乐。